江一晨，我给你解开。你怎么跑来了？我是趁恒泰熟睡的时候才偷到这把钥匙的。如果你现在不走，明天就没有机会走了。你不要管我！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？我屡次报仇，屡次失败，我现在连自己都不想苟活于世了，你何必再来救我？连城，你赶快离开这儿，别给自己找麻烦了，好吗？我的麻烦不需要你操心。江一晨，你是个可怜的人，你生病你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屡次报仇，屡次失败，这就是机缘造化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就此收手吧，远走他乡，忘记这一切，你的病就会慢慢好的。我的仇恨不是几句话结下的，更不可能因为你的几句话就化解。富察翁哈代害死了我干娘，我若饶过他，我如何去面对我那含冤屈死的干娘？富察翁哈代，我只要活着，此仇必报。如果你想一劳永逸，就赶紧回去。待明日我人头落地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江一晨，你为什么非要这样？因为执念，每个人都有执念，我必须要杀死他们，就像你每次都要救我一样。哎呀，连城，你快走！你。恒泰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连城，你背叛我！你看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们两个就是有私情。宋连城，你真是无法无天了！还有你，江一晨，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！新仇旧恨，我跟你一起算！不关他的事，全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你要杀，就杀我吧。你愿意为一个贼去死？恒泰，不要为难连城，要杀就杀我。退下！老爷。你们都各自回房吧，我一个人跟他聊聊。说吧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说清楚什么？说我偷了你的钥匙，去救江一晨吗？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后面跟踪我吗？说我去救他却没有救出来吗？这些你都知道了呀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去救他？那个人要杀我，要杀我阿玛，你还要去救他？难道你们……我们怎么了？大爷，你把话讲清楚。你们已经有了私情。私情？大爷，你真聪明。我是喜欢他，我不喜欢你了，我移情别恋了，合理了吧？你想通了吧？你隔三差五对公主那么好，我什么怨言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说对我情有独钟，你说你整个心里都是我，不管我闯了什么祸，你都会保护我，你做到了吗？你做不到，因为你变了。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是，江一晨他是个坏人，他是贼，可是他对我好，比你对我好100倍、1000倍。
知道你是小宝。我叫江逸晨。你说的那个小宝，早就已经被你下毒手害死了。毒手？什么毒手？小宝，你现在只需回答我一个问题：姓于，你干娘，她怎么样了？你居然还问得出来？我干娘怎么样了？我真的一无所知。自那日，你们母子突然在客栈消失，我四处找不到你们的踪影，20多年音信全无。我以为你们母子已经……不过，天可怜见，今天让我又见到了你。告诉我，你干娘她在哪里？你可真会装模作样！我干娘已经被你害死了，这些你不知道吗？在那天我们离开客栈之后，你不是已经派人将我们搭载的小船故意凿沉了吗？这些你不知道吗？星宇，果然，你真的死了。就在那天，我跟干娘被一个阴谋一起沉入了江底。我现在就是江底下那个冤魂，翁哈代。我是来向你索命的。星宇啊，星宇，20多年来，我四处找你不到，心中隐隐觉得，或许你已经不在人世，但我却克制自己，我不去这么想。我对自己说，星宇，你没有死，我们总能再见上一面的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我梦到你，我都很欣慰。20多年了，你一次梦也不托给我，我只能在月白风清的时候，看着你的画像。原来你真的早早地撇下我先走了。这个老匹夫，不知道又在耍什么鬼花招，说的倒是动情，难道我就会信你？我干娘就是太相信你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却被瞒了整整20多年。这20多年，我每夜睡觉的时候，都会想起你和星宇。我怎么会害你们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找我们，找我们，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真还是假？这些册子记载着我平日里寻找你们母子的事情。每当得到你们母子的消息，我都会亲自去走访。去了哪里，见到了什么人，怎么说的，都详细的记录在这个册子里。我若说谎，这册子岂能伪造得出来？他说的也许是真的，何况此刻我命在他手，既然他不杀我，我何必不顺着他些，也好保命。老爷，从现在起，奕晨就是自家人了。来，见过大家。不是，他不是一个
个刺客嘛，怎么成了咱们一家人了？他是我的干儿子，大家什么都不要问，也什么都不要说，要懂得尊重他，就像尊重恒泰一样。阿玛，你也一样，要尊重他，他是大哥，是所有孩子的大哥。阿玛，这人身上犯过不少案子。公主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他是我的干儿子，请公主也能包容他。老臣自有老臣的苦衷，望公主能够体察。来啊，大家吃饭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你说咱们府里怎么凭空就多出来一个什么干大爷呢？啊！哎，福晋，您可要做主啊！咱们府里就只有恒泰和明轩，哎，这会儿又多出来一个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行了行了，我又何尝想让这个祸害进府？可是老爷态度坚决，斩钉截铁，你让我说什么？也不知道这个府里啊出了什么妖孽，吃了什么妖法，来了一个刺客，过了一夜，竟然成了个人物了，把我的话都驳回了。哎呀，我看呐，这府里是充满了邪气呀。要不这样，我们请个法师过来捉捉妖精。家宅不宁，必有妖孽。听公主的话也好，捉捉妖吧。行，我这就进宫去，寻一个吉灵的法师过来。哎，江大爷，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厨房啊？没事儿，我饿了。哎，这鸡蛋能吃吗？啊，可以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就不能息事宁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离我这么近，知道吗？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府里爱说闲话的人特别多，这要是被人误会了，我是没什么，你可就四面楚歌了啊！行吧，忙吧，我走了。走了。江大爷慢走。福晋，这大晚上的惊动了大家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过法师老太太说了，说我们府上真是有只狐狸精在人身上作祟作怪，所以法师老太太今天特意选了这个时辰，在这里进行驱妖仪式，说要用鞭子驱散妖气，看看到时候这只狐狸精附在哪个人身上，就用鞭子抽谁，直到邪祟驱散为止。既然是公主的意思，那仪式就开始吧。郭嬷嬷，去清点一下人数，看看女眷们都到齐了没有。法师老太太说了，说这个狐狸精坐在她身上。救命啊！哎呦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！福晋，福晋，你们不能这样对莲姨娘。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是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人家那是做法事。你去，一边去！连城，你就忍一忍吧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驱妖。既然妖孽在你的身上，对你对府里都不好，为了府里的平安，你就忍一下吧。公主，驱除狐狸精，不要打伤了连城啊！好，我知道。打，用力打，用力抽它，越是用力，那狐狸精才逃不掉啊！你们有没有见过大爷？有没有见过大爷？大爷二爷和老爷去军营了。
还没回来呢。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不在呢？大爷啊大爷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连姨娘可就没命了。她一直被打，会被打死的。你说连姨娘怎么了？江大爷，江大爷，连姨娘现在在公主楼那边，一个法师老太太非说她是狐狸精变的，正用鞭子抽她呢。公主附近姨娘全部都在，可就没有一个人出来管一管。江逸晨，一群妇人竟敢在此妖言惑众！死巫婆，你想捉妖是吧？我就是，来呀，捉我呀，捉我呀！懂了，法师老太太说了，这个人身上的妖气更重。你竟敢打连城，我杀了你！建成，你别为难他了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走！给我站住！好歹是我从宫里请来的法师，你们这么做也太不尊重我。来人呐，拿下！恒泰，你不在家，你都没有看到那个江逸晨可嚣张了，把家里弄得乱作一团，把我的法师还打伤了呢。你就对，家里好端端的，请个法师来做什么？最近家里平安吗？家宅不宁啊，所以我是特意请法师老太太过来，给大家驱妖除魔的。好吧，就算你不相信神，不相信鬼，这江逸晨现在在连城房间里守着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所以这两个人一定有私情。胡说八道！那你敢不敢跟我去他房间看一看？我才不像你那么不可理喻呢。我不可理喻，我觉得是你不敢吧？你敢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？你敢吗？如果你真的那么信任连城，你就跟我过去看看呀。我敢说，如果今天我说了瞎话，等我回来，我正式的位置就让给他。你敢吗？你自己说的话，你别忘了。好了，连城，你还疼不疼了？啊，让我看看。我先去忙了。我没事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就更惨了。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非得把几个恶婆娘都给宰了。你这样又何必呢？好不容易平息一阵子，你就不能息事宁人吗？息事宁人？连城，你心里这么想，这个府里的其他人，他们可不这么想。他们想让你死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就只受了点皮外伤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这样把事情闹大了，会有10000个不好。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，你换个角度想，说不定你就不生气了，也不怪他们了呢。你怎么了？原来那个敢爱敢恨、从来不肯受任何人欺负的连城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不想让恒泰为难。你处处都在为他想，可他有为你想过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管你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都要看看，最后恒泰他到底会怎么样对你。江逸晨，大晚上的你在连姨娘的房间里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吗？明天再说，
今天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此人不能留。老爷对死去的幸宇心怀内疚，所以对江逸晨特别器重。要我说呀，他对恒大爷还不如对那个姓江的好呢。我有个机会，你看到他对连城的眼神了吗？那可不是一般人的眼神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只怕他对连城也动了情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他们俩的关系很怪异。连城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却反过来要害我。再说他的存在，让公主和恒泰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隔阂。如果他和江逸晨真有私情，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两个一并除去，这不是更好？一个是恒大爷的心头肉，一个是老爷的干儿子，两个都不好动。福晋可有好主意？他们越是动情，机会就越大。让我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原来额娘也喜欢踢毽子，不如我们一起练一练吧。我年轻的时候踢得可好了，可是现在老了，想踢也踢不动了，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是年轻的好。啊，这样吧，我还是陪公主赏赏花吧。好啊，额娘也喜欢赏花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公主园子里的花虽好，可是不如我园子里的花茁壮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同是一个府里的花，同样的花种，用同样的水，上同样的肥。你看我这儿满园春色，姹紫嫣红，怎么就不及额娘屋后的花呢？公主一句满园春色说中了要点。满园春色虽然好看，可是雨露均沾，没有皇室的贵气，显不出一点好来。我喜欢一枝独秀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那才是怎样的一番华丽光景。一枝独秀，一朵花孤零零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年轻那会儿喜欢许多花，所以任凭野花齐放，虽然漂亮，却是平庸了一些。哪像如梅屋里的花，一朵一朵开得很大，鲜艳夺目，所以那会儿老爷喜欢去他的房间赏花。哎呀，年轻的时候不懂，现在老了才明白。可是剪刀已经不在自己手里，也只能作罢。如果再让我回到年轻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园子盯得紧紧的，不让任何一朵花芽子冒头，水肥雨露都往一朵上走，不让其他的花冒头。这样长出来的花才大，才好看，才霸气。我似乎听明白了。我这手上正有剪刀，
公主，你要把自己的园子看好了，不能让任何一朵野花冒出头来。谢谢额娘点拨。我只是和公主一块儿赏花，有什么点拨不点拨的？臣见过皇后娘娘。平身。谢皇后娘娘。恒泰，今日本宫召你来，可知所谓何事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不知。也没什么大事，闲话一番。对了，前些天本宫读到一首诗，甚是有趣。说什么至近至远东西，至深至浅清晰，至高至明日月。最后的一句本宫忘了。恒泰，你文武双全，可记得吗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这是唐朝李继兰的八至，最后一句是至亲至疏夫妻。这诗写得极好，前3句越是平淡，越显出最后一句的丰卵。自伏羲女娲结夫妻时，这人世间的夫妻多如恒河沙数，可真想把这夫妻过得和义美满，却是万中也无一。这夫妻间既可以如胶似漆，视同生死，但也可以反目成仇，不共戴天。这中间的爱恨微妙，情缘浅深，本就难以言说，必得要曾经沧海，才可指点规范。可有时候勉强过的沧海，却发现韶华不在，恍如隔世了。原来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连皇后也开始过问我和醒代的事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千万不要伤到了连城。其实夫妻间各有各的难做之处，但是百年修得共枕眠，能成为夫妻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更何况夫妻同心，家业盛兴，这也是关系到一个家族生存的根本，又岂是可以减慢对待之事？皇后娘娘所言极是，臣明白。你不明白。自从皇上将醒代和硕公主交付于你，你可曾有半日叫人省心？醒代屡屡进宫，都是以泪洗面，说你们夫妻不睦，你另有新欢。当然，这些小儿女事，本宫不欲多管。可醒代毕竟是个公主，你若想纳妾，本宫管不着你。可你若让醒代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本宫却是不依的。臣知罪，请皇后娘娘责罚。本宫没有要责罚你的意思，今日只是和你话话家常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自古家事最难断，皇上也是管不过来的。这样吧，本宫倒是有个法子。既然那个叫连城的女子横在你们中间成了一个障碍，那么何不先把她拿掉？皇后娘娘，不关连城的事，都是臣的错，请皇后娘娘责罚臣。本宫又没说要把她怎么样，瞧你急的。从今日起，传连城入宫，陪本宫一段日子，一来可以教她些规矩，二来也可以让你们小夫妻俩好好相处段时间。什么时候你们小夫妻俩关系变得极好了，本宫就派人把她送回去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也别怨本宫，本宫也是一片好心。醒代是皇上最疼爱的公主，如果你们两个长久的闹下去，有朝一日皇上震怒，又岂是你们富察一家可以担受的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既要有情有爱，也得尽忠尽孝。恒泰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吧？臣明白，臣谨遵懿旨。孺子可教也。
恒泰，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就安心在宫里吧。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接你出去的。你真的放心我在这儿吗？你不怕我会像小雪一样吗？不会的，这次是皇后娘娘钦点的你，而且和我有约。皇后娘娘圣明慈和，莫要多想了，只管进坤宁宫便是。恒大爷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所有的好。纵然是死去皇宫深似海，连城也会永远记得你对我的好，无论生死，一辈子都记得。恒大爷，让我对你道一声谢，只怕以后会没了机会。连城，你要记住，有我。徒弟，快看，少将军若是这样下去的话，树还没被打倒，他就已经被累死了。住手！恒泰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了一个女人伤害自己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额娘，孩儿心中现在烦乱之极。我知道皇宫是天底下最深最可怕的地方，连城入宫必然凶险万分。可是他若是在府中逗留一日，我就会想到他和江逸晨搅在一起。没想及此，我心如刀割。若真是这样，还不如让他进宫去。额娘，我跟连城山盟海誓，理应信他知他。可江逸晨就像一根硬刺一样扎在我脑中，让我怀疑连城，甚至去恨他。我是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是个卑鄙的人。别打了！儿啊，儿啊，别再打了！你每一拳打在树上，就像打在额娘的心里一样。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苦？额娘10月怀胎，20年的养育，我所有的心思都在你的身上。如果你再这样疯癫下去，你就是要了额娘的命啊！你一点都不卑鄙，你是这世上最善良磊落的孩子。你只是爱上了一个姑娘，你没有办法，进退两难，是吗？额娘，我答应过连城要照顾他一生一世。若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不会苟活于世，我会随他一起去。恒泰，你清醒一些行吗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儿？你听我说，连城不会有事的，他真的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会这么傻呢？皇后娘娘召连城入宫，并不是有意要加害于他，而是想通过他对你造成压力，让你对醒代公主好一些。大家看得出来，你和连城之间
情深意重。如果连城死在了宫中，你一定会一时兴起，迁怒于醒代公主，这岂不是事与愿违了吗？可是事情反过来想想，如果你对醒代公主关爱备至，又会怎样？如果额娘是你，我就会绝口不提连城，尽量迎合家中的醒代公主，不管是真心实意也好，例行公事也罢，你要对她加倍的好。毕竟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下去，毕竟她是你的正室。如果皇后娘娘看到你们之间恩爱如初，如果让她觉得连城不会危害到醒代公主，那她自然不会囚禁连城很久，过不了几日就会把她放出来的。额娘说的是儿子糊涂，没有想到这一层。以后你千万不要像今日这么癫狂。如果你继续癫狂下去，皇后娘娘就会觉得连城是一个危险，会把她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为了断了你的念想，她就会把连城……额娘不必说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忍得一时，谋得百世。你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这双手生的倒是极美的，白皙嫩滑，细长灵巧，摸上去柔弱无骨，不错。既然有这么一双好手，你肯定会梳头了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民女倒是见过别人梳得好的，自己却不会。那女工刺绣总该会吧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民女以前学过一二，但却不是很精通。那磨磨胭脂、打打香篆，这些简单的活儿，你总应该会吧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这些以前倒是见过，却从来都没碰过。亏你也是府里出来的，只不过是些日常家事，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，那你到底能会些什么？唉，既然什么也不会，也难怪你只会兴风作浪。皇后娘娘，我不是您说的那种人。连城虽然是出身青楼，不是公主，也不是千金小姐，可是我娘也把我当成宝贝一样的爱着养着。粗重的活不让我做，复杂的女工我也不用学，整日里我就会朋友，玩玩乐乐。旁人觉得我什么都不会，可我在我娘眼里，我什么都好。我会烧饭，会洗衣，会唱歌，我还在染坊里做过工。我善待朋友，也爱帮助别人，心眼儿也没那么笨。如果皇后娘娘以后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学就是了。好一张利嘴！本宫不过说你一句，你却回本宫这么多句，像你这样的人处处有理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既然你有幸入的坤宁宫，本宫也不能让你白来一趟。秦香，是，带她去宫女房，让她好好学学咱们宫里的规矩。是。故曰敬顺之道，你们先停一下。之大礼也。这是新来的宋连城，从今日开始，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寄送各种女德文章。皇后娘娘既然把你交给了我，我自然要正本清源，标本兼治。你不是聪明好学吗？1日之内，你要把这3篇文章给我背熟，否则这宫里的板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新来的吧？你惨了，这3篇女诫难背得很，我们已经背了好几天了，读得死去活来，怎么也背不下来。秦香姑姑要你1日之内给她背下来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你们都是在学规矩的宫女吗？对啊，我们都是各个宫中犯事的小宫女，
都是被罚到这儿来学规矩的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坐下来吧，背得一段总能少挨点板子。就是呀。你们这样读来读去，个个都已经头昏眼花了。估计你们再读上100天，这个呀，你们都不一定能背下来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玩游戏的话，玩完这个游戏，我相信这一本你们全部都会背了。啊，真的呀？这样呀？量以刚为德，用以柔为勇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柔为美。然则修身莫若镜，必强莫若顺。故曰：敬顺之道，妇人之大礼也。夫敬非他，持久之谓也。持久者，知之足也。太好了，终于记下来了。皇后娘娘到了还不行礼？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是谁教你们把这些文章唱出来的？回姑姑的话，是连城，他教我们用唱歌的方法记忆节奏，然后很快就背下来了。我们3、5天都背不出来的文章，用了这个方法，只1夜不到就全部记住了。连城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连城从小就喜欢唱歌，而且有时候还喜欢把说的话当成歌来唱。那些写在纸上的词，我看起来就觉得很费力，但如果有人把它当成歌来唱，我就觉得很容易记。这下我明白了，原来唱歌的节奏有助于人的记忆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了。小聪明倒是有一些，不过古人说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本宫让你们读书看字，并非只是背文唱字，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书中的意思。用这种伎俩，一时能记住文字不难，却离圣贤的本意越来越远了。是。所以以后大家还是要多读多记，记住了吗？既然知道了自己的短处，那就要收敛起浮躁之气。咱们大清笃信佛教，本宫呢又最喜读42章经。这部经文虽然短小，却是精悍。从今日起，大家就将42章经抄录1000份吧。是。哎呀，你这是不明白。连城啊，连城，你可真是我们的倒霉星，就你多事，现在要我们抄佛经，天哪，1000遍呢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不就是抄佛经吗？我一个人全包了。啊，真的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连城。你一个人怎么抄啊？就是抄，我送连城可能抄吗？你不抄，难道你会法术啊？是啊，法术我倒不会，不过我会印刷术。印刷术。白蜡、皮纸、滚子、竹签子、墨、公沙。连城，你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呀？这就叫做连城印刷术。啊，连城印刷术。我知道印刷术可是要刻木板的。刻木板？我们又不是木匠，如果真的刻木板，还不如我们一份一份的抄呢。那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呀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将这张皮纸烤热，再将这些蜡均匀地抹在这张皮纸上。等蜡凝固了之后，皮纸就变成了这样一块薄薄的蜡板了。然后我们再用这根竹签子，在这个蜡板上刻上42章经的内容。竹签刻过的地方呢，蜡就会被刮下来。刻完一遍之后，我们再用这个公沙盖在这个蜡板之上，再用这个滚子将墨滚在上面，我们就可以在纸上印刷啦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了呀？印2、3份啊，当然是麻烦了。但别忘了，我们印的可是1000多份，这个方法绝对省事。可是连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是1000份都一模一样，难道你不怕别人怀疑啊？你呀，死脑筋！只有1000份，皇后娘娘怎么可能一份一份的查？
再说了，我们印的可都是熟血，都是人工操作，怎么可能都一模一样啊？就是你杞人忧天。是啊，哎，这个办法挺好的。好了，姐妹们，干活吧！好，来吧，我来，我也是这个。好。哎，你看啊，哎呀，连城，你可真厉害啊！有了这个印刷术，不到1天时间，1000份佛教全好了。对呀，这看起来还蛮像回事儿的。这算什么呀？再大的难题我们都要解决，这样的人生啊才有趣。真是啊，什么都难不倒连城。隔壁是谁在咳嗽啊？哦，是秦香姑姑。进来。秦香姑姑，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？赶快去看太医啊！不成，太医是给娘娘格格们看病的，我们做宫女的不能看太医的。你快去吧，别管我。你要是不看太医，这样下去病会越来越重的。你别管，快去吧。咳得这么厉害，既然不能看太医，那我留下来照顾你好了。你等着啊。秦香姑姑，我娘说过，京城冬季干燥，很容易咳嗽，在屋里挂一块这样的手巾，一晚上啊都会很湿润，而且可以睡得好，也可以防止咳嗽。来，我再帮你擦擦脸。这样的话，你鼻子和嘴巴就会舒服很多，就不会咳嗽了。明天早上我再给你去要一些枇杷丸、秋梨膏，你吃了之后，咳嗽就会好很多了。你到底是什么心思啊？我这样天天变着法子来折磨你，你还对我这么好，你不会有什么坏主意吧？人生在世啊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你对我怎么样，那是你的事情。可是我看见你咳嗽难受，我不得不管，这是我的事情。好了，我再去给你打几盆水放床边，这样有了水汽，你的咳嗽能好得快一些。哎，别以为和我投好，我就吃你这一套。我可提醒你，投机取巧固然有用，皇后娘娘不是那么好骗的。我知道了，咱们两两相抵，互不相欠了。什么欠不欠的呀？我们都在宫里，都在伺候人，应该守望相助。姑姑，我不图你什么，我只希望你能把身体养好，把咳嗽治好，这比什么都强。你怎么哭了？刚说咱们互不相欠，姑姑你这样哭可就没有道理了。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起了我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如果长到今天，也该和你一般大小了。如果我现在生病在身，他能在我身边服侍我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你的儿子？相公，相公，我已经通过了内务府的核准，从明儿起我就可以入宫当公主的奶妈了。好，有银子就好啊。孩子呢？孩子去哪儿了？你都要进宫了，还要孩子干什么啊？不怕累赘？去，今儿早上我把他给卖了，要不然哪来的酒肉吃啊？啊！你把孩子给卖了，你也太狠心了！你还我孩子！你还我的孩子！秦香姑姑，秦香姑姑，哎呦，您吓死我了，这样都能睡着啊？你刚才说你儿子怎么着来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给我记住，
皇后是个极其精明的人，你想用印刷佛经来蒙蔽皇后，她是不会被你糊弄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那我去打水啦。这丫头就知道逞能，哎，其实还挺招人喜欢的。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，连抄佛经这种事情，你都敢如此不恭敬，可见绝非善良。连城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连城无话可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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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城无话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何总是重复这句话？敢问皇后娘娘，连城重复这几句话，难道有错吗？自然是错的。连城刚才重复这几句话还不到10遍，皇后娘娘就已经开始厌烦了。那么连城和众姐妹如果把佛经抄上1000遍，那佛祖不就更烦了吗？连城认为佛经不在于读，不在于抄，而在于理解和领悟。慧能不识字，却能得到禅宗6祖之尊。周立盘陀家，他只会念扫帚2字，结果也能证得阿罗汉果，这就是慧根和缘分。如果只是一味的抄写，去求解脱，去浮躁，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。如果心是空的，万事万物都可以是空的；如果心是满的，万事万物都可以是满的。小小年纪，满嘴也胡缠。你不是说什么空什么满吗？好，你若在明日日出之前，把全紫禁城所有的铜缸通通由空变满，本宫就饶了你；否则2罪并罚。是，连城听从皇后娘娘旨意。这样挑下去，只怕累死，也未必挑得完这么多缸水啊！额娘这边请。您瞧，这满园的花我全下了一遍手，这效果如何？还得请您再过来品评一下。果然是一枝独秀，其他不相干的剪掉就是了。才能显出这朵花的贵气不凡。就算是不懂得欣赏的人，也只能看这一朵，因为只此一朵。按照您的法子做，看起来果然是利索了很多。公主，恒泰最近对你恩爱如何？对我倒是客气了很多，但可能就是因为太客气了，客气的都不像是夫妻了。所以说，这古书上说的什么齐眉举案，什么相敬如宾，这些所谓的美好，要是真正做到了，却失去了本来的温暖。恒泰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们女人的心那么敏感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？算了，反正我也想明白了。虽然他的心不在我身上，但是啊，那些都是些可有可无、虚幻的东西。我落着个人便是了。我就希望我们2个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他呢，夜夜守在我的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公主能够这样想，
倒也心平气和开解自己。其实女人啊，最难的就是过自己这一关。如果什么事都想通了，那再难的事也就不怕了，反而能把它当福享，这才叫本事。我是多么希望这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下去，然后我和恒泰慢慢的变老，彼此提携，终生相伴。我希望宋连成一辈子都不要回来，或是被责打死在宫中，或是远远的嫁出去。只要他不跟我抢恒泰，我就会很高兴。可是日日有新日，天天多心乱，这就是所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你以为这府里没有了连城就平静了吗？那我何必这20多年来里外打理，平事处事？这乱子是斩不完的。就拿富察府来说吧，表面上看着祥和平静，可是暗地里是暗流涌动，一不小心就会有人被卷进去，万劫不复。额娘说这些是危言耸听吧？很多事情，公主只有到了我这把年纪，才能慢慢的品出来。公主虽然是金枝玉叶，但毕竟年轻，很多事情还看不太明白。比如呢？我们先不说连城，就拿最近的那个江逸尘来说吧，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谁知道他是不是冲着恒泰来的？要是冲着恒泰来的，就是冲着公主你来的。才好的一片天，眼看就要变天了。花开的再好有什么用？风霜太大，一样熬不住。所以要居安思危。我这个当额娘的，怎能不为你们考虑？可是有时候有心未必有力，要在你心里不踏实的时候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这也是我成天给你唠唠叨叨的本意，也算是婆婆对媳妇的一些传授。这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公主你知道否？驾！御！少将军，哦，怎么样？有连城的消息吗？没有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已经差人去打听了，而且还派了宫里的李太监，拿了不少银子去打理那些管事儿的，还得些日子才能知道的。您就放心吧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闹成这个样子？还不是为了军饷的事情闹的。最近朝廷的军饷到得不齐，而且饷银又少，军士们都特别的不高兴，所以经常聚在一起，讨论如何让朝廷多派些饷银下来。简直是胡闹！军中的饷银什么时候发放多少都是有规定的，怎么能凭他们几句牢骚话就改了？简直是扰乱军心！都有啊！来，给，都有！不行，找个人来问问。这。